到底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胃食道逆流？贲门它括约肌就像橡皮筋，它把我们的胃给缩紧。什么时候会造成这个橡皮筋松脱？发炎嘛，对。然后还有老化也是一个问题。制酸剂它就是要中和你的胃酸，那没有过多，你就用制酸去把那个酸抑制的话，那是会影响到你后续的消化功能。它有没有一些饮食上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现在临床上遇到最多的其实是吃甜食造成的胃酸逆流没有办法改善。为什么？胃食道逆流应该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火烧心的吧？比如说吃那种小小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改善。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根据健保署资料库的显示呢，台湾胃食道逆流的病患从2019年的84.7万到2023年已经达到了57.3万，哇，这5年几乎成长了9万人。那这个火烧心还有这个胃酸逆流呢，是胃食道逆流的一个典型症状，但是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症状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胃食道逆流呢？今天请到的专家是赖瑞欣医师。赖医师你好。大家好，我是赖瑞欣。医生想请教一下，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胃跟食道的结构啊？我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胃食道逆流呢？应该说，我们食物进到我们的食道之后呢，食道很长嘛，然后在它连接到胃中间呢，会有经过一个贲门，那个贲门呢，它就是一个括约肌，食物进来的时候它才会打开，然后进去胃之后它就会关闭起来。那为什么会胃食道逆流？就是这个贲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对，那中医的角度来看，这有可能就是气逆的问题。那如果从西医解剖来看的话呢，很多都是这个贲门太过的松弛，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食物往上逆的这个状况。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列一下，就是说到底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胃食道逆流？贲门它括约肌就像橡皮筋，它把我们的胃给缩紧。那什么时候会造成这个橡皮筋松脱？发炎嘛，对。然后还有老化也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反复的这个呕吐。为什么会反复呕吐？很多有一部分的是心因性的，他可能怕胖，那但是他又有口欲，所以他就会吃很多东西进来，那他就会有罪恶感，那会有这个罪恶感让他这个想说放了吐出来，这个食物就会离开我的身体。然后还有就是大吃大喝，那比如说暴饮暴食类的，还有就是他可能吃饭的时间没有规律，那你肚子饿了你没有吃，然后等到你该吃的时候是不是就很饿？那你就会吃得很快，然后又吃得多。为什么大吃大喝也会让贲门出现问题？当你的这个东西突然变多之后，它就有可能往上逆。那这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负压突然变大，食物一次进来太多，让胃的压力突然变大，那就有可能就是往上挤出来，它会需要空间去释放这个压力。对，如果你不是往下，就是变得往上。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有一些是到我们的食道中段的地方，就是会产生这个火烧心的状况。严重的到喉咙，他会觉得喉咙有酸，或是有疼痛，久了就是会慢性咽炎，就会觉得卡卡的。负压也是做重训，然后又吃甜食，那核心出力的时候，负压就会变得比较大。那如果伴随你本身就是有一点点松脱，那再外加那个负压一来，它整个压力上来，就胃酸就会被挤出来。可是我们平常做重训的时候，我们不会吃东西啊？还是说做重训它本身就会让负压增加，然后以至于之后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容易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多半都是它本身就有一些轻微的胃酸逆流。你在运动的时候会喝水，对，然后等到你下一次再用力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让那个压力上升，然后让你胃里面的水上来，酸水，对，就会这样子。那还有一部分是情绪啦，中医讲一句话就是肝木克脾土，就是说肝就是跟我们的情绪调畅有关系，压力大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功能。那正常的肠胃功能它是往下，压力的人他就会气就会逆，像这一类的就是用药就会调肝的方式去改善他的肠胃道的问题。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如果在西医在治疗这个胃食道逆流的话，大部分都是用制酸剂。对，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制酸剂就是大家都知道不太好，但是确实不太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制酸剂它就是要中和你的胃酸，那但是有些人他不是胃酸过多，
它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胃本身发炎，或者是我刚讲的贲门的松弛，或者是它是因为气逆的问题才会让胃酸跑出来。那没有过多，你就用制酸去把那个酸抑制的话，那是会影响到你后续的消化功能。为什么会有气逆的这个状况呢？比较急躁、压力大的人，他吃东西也很快，所以他的吃的方式也不对。比如说忧郁或是生气等等，这些都会让他的气循环不好。气是要有升有降的，好，中间我们的肠胃其实它就像一个太极，太极它是一个动态，它不是静态。中医有一个专有名字叫水逆，最明显的就是在喝水的时候会上逆。就是你刚刚说酸酸的东西，对，我吃东西不会，可是我喝水就会特别会。对。好，那因为其实胃酸它是液体，在中医来讲，我们要讲的看的还是一个水分的这个代谢问题，水分的输布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用药上会用一些就是像茯苓、白术这一类是我们利水的这个中药。对，所以我会从水的方向来治疗这个胃酸。如果说不是像刚刚讲的先天的肠胃问题，如果不是也是情志压力的问题的话，它是跟饮食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大，对不对？对，没错。那所以说，在胃食道逆流的人的话，他有没有一些饮食上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才不会就是一直往上？我觉得80%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那如何去避免这些让它加重的？那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过度的刺激，比如说太酸、太辣、油脂，是因为油脂太高，它会影响你的胃的排空，变慢，那些东西就是一直在你的胃里面做发酵。所以难怪有减肥法，就是这个原因。对，它就是饱足感。没错，对啊。可是这样子其实对我们的肠胃道还是不太好。然后第三个就是甜食，现在临床上遇到最多的其实是吃甜食造成的胃酸逆流没有办法改善啊？为什么？我们知道甜的东西放久它就会发酵。再来就是我们身体为了要分解这些糖分，它会释放更多的胃酸。所以它是会让我们的胃酸变多，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尼古丁，因为尼古丁本身会增加我们胃酸的分泌，所以说要治疗胃病的人，你的烟假设是瘾君子，你那烟真的要减量，才有办法好好治疗胃疾病。胃食道逆流人，他的就是比如说肠胃机能就已经变得比较差了，所以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减少喝水喝汤，尽量是分开，是因为水分进来，你的胃会快速的撑大，快速撑大就变得压力就会变大，那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气往上逆，胃酸往上的这个状况。那所以说尽量吃固体就是吃固体，那流质的你就是要慢慢的喝，慢慢喝汤，慢慢喝水。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会胃酸逆流，就是肠胃道的功能不好，所以要少吃一些会产气的食物。产气的食物，或是不好消化，像糯米类的，糯米类很常吃到啦。端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圆。如果它是跟消化有关的话，那像例如说什么优格啊，或者是酵素的食物啊之类的东西，是不是都会对胃食道逆流是有帮助？是有帮助。因为肠胃道是要单行道，所以你下面一定要通畅，排便也会也会影响，排便也会影响。你的出路被堵住了，那它就是往回堵嘛，它就往回堵就往上，对，严重就会这样子，对啊。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吃益生菌、吃优格等等，它会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变得正常，排便变得正常，那这样子下面回堵的问题就会改善。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如果说胃食道逆流应该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火烧心的吧？如果真的发生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有没有一些紧急应变措施，就是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难受呢？就是如果说你是空腹的话，就是不要让自己空腹，可以吃一点东西，比如说吃那种苏打饼，小小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改善。所以反而是再吃一点东西可以帮助改善，可以吃一点固体的食物，不要再吃流质，吃流质它会加重。对，就是固体的食物。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穴道的按摩。对，穴道按摩，比如说像我会教导患者去做，比如说那个内关穴。内关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臂上，这是就是分一半，前半段再分成3等份，的这个大概是我们手的3指腹下来的中间的地方，因为其实中医讲的是全息律，这一段呢相当于我们的身体，所以内关穴就大概是对应到我们的心肺的位置。
好，那我们说火烧心大概在这个位置，好，那你当然胃痛也可以再用内关来做刺激，左右都要吗？左右都可以，对，左右都可以去做刺激。那或者是脚上也有穴道啦，好，那我会推荐内关是因为方便，对。那如果说想要再多加强这个效果的话，我们可以去刺激我们的足三里。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太冲穴也可以。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穴道。我刚刚讲就是情志啊，然后就是肝气的逆乱啊，这一类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去做按压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肝气的调畅，还改善我们的肠胃问题。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做运动增加这个肠胃蠕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也是很不错的。那我很多运动我都很推荐太极跟瑜伽，还有气功，就是养我们的气。您是用养气的概念推荐这几个？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气就是要调畅，我们全身的所有的机能都跟气调畅有关系，所以如果你只要这个运动能够帮助你气调畅，你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就会改善，包含女生的月经，然后像心悸啊，胸闷，然后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都会有进步有帮助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赖医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刚刚医生有提到，运动呢可以帮助胃食道逆流的人呢气的运行呢会比较顺畅，同时它也可以增加肠胃道的蠕动。那当然，胃食道逆流的人呢，其实也有很多是急性子，所以运动呢也可以帮助舒压，让紧绷的情绪呢变得比较放松。那这边有3个运动呢，建议是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伸展运动，在这个国际期刊《消化系统疾病与科学》的这个期刊里面呢，它就整理到，就是伸展运动它可以改善消化道的一些机能问题。包含就是消化不良啦，像是上腹部不适，或者是有灼热感、胃食道逆流、腹胀、恶心、呕吐，做伸展运动是有帮助的。那第2个呢，就是饭后的步行运动。饭后如果走路30分钟以上的这个散步呢，它可以有效的刺激肠胃道的蠕动，帮助消化。那第3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同一个研究它就发现说，1周如果进行3次以上30分钟到90分钟的有氧运动，它可以降低肠道蠕动的问题所造成的消化不良。但是呢，这个运动的时间就必须要讲究了，你不可以饭后直接运动。最好的运动时间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或者是饭后3个小时，胃比较清空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运动。